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这酒店是你的，怎么不早睡？骗我们好玩吗？正好你堂哥便利店干腻了，你就把这酒店给他，就算骗我们的补偿了。奶奶说的义愤填膺，理所当然。想不到阔别20多年，他们还是这么贪婪无耻，还当我是当年那个任由他们摆布、毫无反抗力的小女孩吗？想从我身上占便宜，没门！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龙客居，一家高档5星级酒店，我推门而入，美好的心情瞬间低落下来。大厅柜台旁围着一群人，有老有少，他们叽叽喳喳，时不时说着什么，看起来是多么祥和幸福的一家人啊！但我却知道，他们不过是一群披着羊皮的恶狼而已。20多年前，要不是他们逼迫，我又如何会逃离那个家？早在决定回来发展时，我就知道跟他们相遇是迟早的事，却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快。正当我犹豫要不要上前跟他们打招呼时，堂哥却发现了我。小叔小婶，你们快看，那不是苏莱蒂吗？他的惊呼声吸引了众人，大家纷纷回头，目光聚集在我身上，全都是错愕不敢置信的眼神。我平静地看着他们，视线精准地落在爸妈与2个妹妹身上，他们的眼神中有错愕，有惊奇，有探究，却唯独没有喜悦，反而我在爸妈那苍老浑浊的眼里还看到了浓浓的怨恨，不过是当年没有顺从他们的意愿，嫁给那个老男人换取彩礼而已。他们竟怨我，呵呵，他们究竟还是不是我爸妈？即便过去这么久，可一想到当初的无助与绝望，我心里还是会痛。哟，还真是我那离家出走的大侄女，你说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？一走几10年，还音讯全无，不知道家里人想你啊？你看看，你妈与你爸想你想的都老成啥样了？大伯走上来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哼，想我？”我在心里冷笑，不置可否，恐怕是想着从我身上谋得好处，榨干我吧。还有，要不是大伯爷奶一大家爬在爸妈身上数10年如一日的吸血，他们又如何会如此老态？幸好我当初拼命逃离了那个家，否则我一定会被他们吃干抹净，连骨头渣都不剩。你还有脸回来？就因为你离家出走，我跟你爸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。你倒好，一个人逍遥自在。看看我跟你爸这手这脸都成啥样了？当初你要安生嫁给牛三，我们至于这么辛苦吗？你还好意思回来？怎么不死在外面啊？妈妈崩溃大哭，朝着我就是一顿发泄的输出，好像她如今的不幸全都是我造成似的。别的母亲要是遇到久不归家的女儿，都是喜出望外，抱着孩子痛哭流涕。而他呢，见面没一句问候的话，张口就是责骂。来弟，既然回来了，那就给我跟你妈买套房，也算你对我们的补偿，毕竟是一家人。过去的事就翻篇了。爸爸说的理所当然，我真是快要被气笑了。我究竟还是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？不关心一句也就罢了，张口就是一套房，还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补偿？我做错了什么就要补偿他们一套房？他们这是要继续在我身上吸血啊！而我那2个好妹妹自始至终都冷眼旁观，没有为我说一句话。呵呵，还真是我的好家人啊！我自嘲一笑，要是我没记错，咱们家当初可是有房的，还是说你们为了给堂哥娶媳妇卖闺女不成，就贴上了自己的房子？我冷言冷语揭穿他们的真面目，爸妈眼神躲闪，一副心虚的样子，
说话别这么难听嘛！小叔小婶疼我，愿意为我出力，关你屁事！再说那房子是小叔小婶的，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，轮不着你说三道四。大伯家的儿子晃荡着身子来到跟前，得意洋洋，说罢还挑衅地看我一眼，那样子仿佛在说：“你爸妈就是疼老子，你能怎么样？”我一个眼神瞪过去，要是眼神能杀死人，他早不知死了多少遍了。当年15岁的堂哥与同学发生口角，争执之下将那人推下河水，使其丢了性命。就因为他是老苏家唯一的男娃，偏心的爷奶逼迫着爸妈让我顶罪。就这样，年仅14岁的我被判刑10年。等我出来，本以为他们会感激，可爷奶为了给他娶媳妇，竟要再次牺牲我，要把我嫁给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，还说什么是为我考虑，要不我这有案底的人就得当一辈子老姑娘了。更悲催的，爸妈一心听爷奶的，全然没有要维护我的意思。尘封的记忆如开了闸的洪水倾泻而下。就在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，一个人影嗖的一下站到堂哥前面，挡住了我的视线。我抬起眼皮，就见妈妈护崽子似的冲我大喊：“说得对，那房子是我跟你爸的，我们爱给谁就给谁，要怪就怪你是个不值钱的丫头片子。你堂哥可是要给你爸传宗接代的，我们不对他好，对谁好？”他想都不想，站在了堂哥那边。店里其他顾客听到这边的动静，都纷纷伸长脖子看热闹，真是开眼了。还有这样偏心的父母，有些人为了要男娃，真是魔障了。这姑娘可真惨。人群议论纷纷，都在指责爸妈重男轻女的行为。那可是一套房子啊，不给亲闺女留着，却要给亲戚。你们可真大方，既如此，就让我那好堂哥给你们买房子吧。想必他十分乐意孝顺你们。我嘴角扬起，嘲讽地说：“真当我是20多年前任由他们宰割的小白兔吗？想从我手里占便宜？没门！你个孽障，一回来就不安宁，看老子不打死你！”爸爸怒了，黑着脸就挥起胳膊。这就是我的亲人啊！心里再次失望。就在我要躲开的时候，有个人快我一步：“爸，大家都看着呢，有什么话到包厢说吧。”说话的人是乔磊，二妹的老公。这时，店里的工作人员也到来了。抱歉，店里不允许吵闹打架，有什么事请你们出去谈。大堂经理有理有据，礼貌拒绝。爷爷瞪了我一眼。去包厢，他那不满的样子好像在说：“我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，你还好吗？”男人清朗温和的声音响起。我抬头，就见二妹夫脸上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愧疚。“老公，你快去包厢点菜吧，姐姐这里有我呢。”我还没回话呢，二妹就挤过来，挽住我的胳膊，亲昵地说。李磊不知所措地看看我，尴尬地应答一声，大步向前走去。“姐，这些年你怎么样？还好吧？”二妹笑眯眯地问。“还好。”我将她的胳膊挣脱，面无表情地向前走去。当年为了不被爷奶当货物一般嫁给那个老男人，我假意答应，实则暗地里找着合适的结婚对象。而李磊就是我看中的目标。他家里殷实，父母都是做生意，在镇上一带很有名气。这样的家庭爷奶他们一定不敢惹。我抛去女儿家所有的尊严与骄傲，主动上门祈求他娶我。幸运的是，他竟当场就答应了。我高兴得无以复加，感觉重新见到了光明。可不等我将这个消息告诉爷奶，小我2岁的妹妹竟横插一脚，与李磊睡到了一起。当时
我真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自小疼爱的妹妹会背刺于我，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。事后我质问她是怎么说的，她流着泪说自己也是太害怕了，怕爷奶为了堂哥将她卖了换钱。姐，我也到结婚的年纪了，我是真的怕啊。你不是疼我吗？就再帮我一次吧，我没你能干。要是错过这次机会，这辈子就毁了啊！姐，李磊那样的好男人，你也不忍心陪伴他一生的女人，是个有案底的人吧？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昔日二妹哭求的话语回荡在耳边，至今想起我都感觉十足讽刺。她怕，我就不怕了吗？我都想好了，等嫁给李磊后，我就想办法帮助两个妹妹，让他们脱离原家庭，帮他们免除爷奶爸妈的迫害。可他们呢？不帮我就算了，还要落井下石。包厢内原本大家还有说有笑的，可看我进来，瞬间进了阴。某些人啊，可是牛得很，长辈好心给他说亲，人家却不领情，可惜啊，没那好命，最后还不是灰溜溜的跑回来了。大伯娘眼神从我身上扫过，意有所指地说，众人眼里全是戏谑的光。我自顾自地坐在那里，没有理会一群吸血不吐骨头的人，还有脸说别人，真是给他们脸了。要不是在外人跟前做样子，我早就离开了。姐，这么久不见，跟我们说说你的情况呗。对了，你也是来这里吃饭的吗？二妹喜形于色，说话的语气非常亲昵，还给我倒了一杯水，但我却在她不达笑意的眼里看到了一抹算计。来饭店不吃饭，还能干啥？我直言了当地对了回去。二妹神色一阵尴尬，其他人面上的神情也很不好看。看这话说的，我们还能不知道来饭店是为了吃饭？可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饭店，这可是市内有名的5星级酒店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来的。大伯娘脸上的横肉抖动，眼底尽是不屑。可不是，就你那一身没人要的地摊货，也能来这高档酒店吃饭？别说笑了，顺着声音望去，就见那妇人烫着头发，穿着洋气，但她打扮得如此光鲜亮丽，也遮挡不了她日益衰老的老气。她是我的小姑。她捂着嘴，笑得极其轻视。当年他们就没少合起伙来数落妈妈与我们3姐妹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依旧如此，还真是死性不改。他们这是料定了我混得很惨，即便回来也得仰人鼻息，靠着他们而活。之所以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我作为老板要来店里巡视，为了测试店内员工对顾客的态度，所以我穿了一身普通的衣服，却没想到让他们误以为我很穷，还真是一群狗眼看人低的畜生。大家也别顾着说话，菜都凉了。李磊见我难堪，帮着说话，说完他还歉意地看了我一眼，似在为当年的事道歉。说来当年的事也不怪他，有何道歉的呢？对，吃饭吃饭，今天可是我重孙子的大好日子，别为不相干的人烦心。奶奶面容慈和，笑呵呵地说，但在座的也不是傻子，谁人不知他这是在说我。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堂哥的孩子君君考上了一本大学，今天这宴会就是为他举办的。这孩子读书可是比咱们那会儿厉害多了。二妹笑着给我解释，哥，你这孙子真有出息，往后就等着享福吧。爸爸端起酒杯，一脸奉承，是啊，哥，也不见你跟嫂子怎么教育孩子啊，这孩子咋就这么聪明呢？小姑张嘴也是迎合的话，爷爷奶奶笑得合不拢嘴，大伯则是故作谦虚，堂哥更是与有容焉地站起来，清清嗓子炫耀地说，可嗨，我说几句啊，
停顿几秒，君君能考上大学，离不开他个人的努力，但也不可否认是我老苏家的基因好。来，让我们举杯，喝杯喜酒，也让大家都沾点喜气。表哥说的志高意满，整个人那叫一个春风得意，众人夸赞的话纷纷送上。姐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些年大家的生活可都好了很多。二妹说的自然轻快，堂哥开了家便利店，一年挣个10几万，那是轻轻松松。还有三妹，她如今可是个老师，工资不仅高还清闲，嫁个老公还是体制内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竟然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了，真是让人羡慕的发疯。凡是他说到的人，脸上都是藏不住的得意。我呢，虽然没什么大出息，但好在嫁的老公不错。他这话一落，捧场的就来了。二丫，这你就谦虚了啊，谁不知雷子对你好的没话说，出差在外还要给你买礼物。小姑打趣地说，可不是，要不是雷子有门路，咱家怎么能来这么好的酒店吃饭？大伯娘也附和道，一张老脸上尽是讨好，怪不得之前只要李磊开口，爷奶就会给面子，不再作妖。看来他混得不错啊。我在心里默默地想，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应该的。二妹羞答答，故作客气。接着她话锋一转，对了，姐，你也结婚了吧？姐夫是哪里人？有孩子没？她说的极其自然，像是随意的闲聊，但我知道她说这些不过是为了跟我炫耀，她跟李磊的感情十分好，让我别再惦记而已。结了，也有孩子了，孩子爸是南方人。提起老公孩子，我心情好多了。当年要不是没有老公，我一定会遭受很多磨难。二妹听我这么说，眉宇间对我的敌意与警惕也瞬间消失了。那你孩子也该上大学了吧？考了哪所大学？大伯娘迫不及待地问。清华。我薄唇轻启，简短的回答。谁知在场的众人哈哈大笑，那笑到停不下来的样子，好像我说了一个多么有趣的笑话似的。来弟，年轻人爱面子正常，可做人的诚实，你总不能为了面子说谎吧？这个家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大伯，他总是一边说着感激不好意思的话，一边又肆无忌惮地享受着我们一家的付出。记忆里，但凡家里有块肉，或是新买了什么电器，只要他开口，爸妈就会毫不犹豫地送出去，只为了让堂哥将来能给他们传宗接代。一番谈话下来，对当年的事，我也有了大致猜测。忌惮李磊的家世，爸妈不敢再对二妹放肆，而小妹有了个体制内的男朋友，全家人更是不敢得罪。于是爷奶只能将怒火发泄在爸妈身上，而爸妈为了赔罪，竟将自己好不容易在城里的房子卖了。堂哥能开便利店，家里肯定也没少帮忙。如此卑鄙虚伪的人，竟活得如此顺风顺水，真是老天不公。还清华，真当清华是大白菜，想考就能考上吗？吹牛也不打草稿。来弟，你可真是出息了，出去这么多年没混出个人样来，倒是学会说谎了。大伯娘一张嘴吧嗒吧嗒，讽刺个没完。弟妹，要说还是怪你们两口子没把来弟教好。他这话一落，爸妈的脸色以肉眼看可见的速度黑了下来。都当妈的人了还说谎，这孩子能好？什么清华，没准就一上不了台面的小混混。小姑与大伯娘一人一句说得起劲。小姑，与你比，我是相差甚远。我不动神色地开口，小姑还以为我夸她呢，面上得意满满，但她的笑还没落下，就听我继续道，我就是再不好，也不做不出还未婚就搞大肚子的事情。
小姑瞬间不出声了。当年为了嫁给小姑父，不惜为其怀孕，事情闹得可是沸沸扬扬。不等大家回神，我再次悠悠然开口：“还有堂哥这样15岁就敢杀人的孽障，我也是万万教不出来的。”场面瞬间寂静，沉默几秒。苏来弟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二弟，你也不管管，我儿招谁惹谁了？要这样被人污蔑？大伯娘拍着胸脯哭天抢地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受了多大委屈呢。混账，还快给你大伯娘道歉！爸爸脸色难看，冲我大吼。小姑兴致勃勃地看戏，一副大仇得报的样子。总是这样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只要与大伯家人发生争执，那错的一方必定是我与2个妹妹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当爸爸这样怒吼，我都怕得要死，小而单薄的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。这个时候，爸爸在我的心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用小小的身躯挡在2个妹妹身前。或许作用不大，但我是真的想保护她们的。你这死孩子，愣着干啥？快道歉啊！不省心的玩意，死在外面得了。看我迟迟不说话，妈妈用手指着我，气急败坏的大骂：“好了，吵吵闹闹的，像什么话？”爷爷竟开口训斥了，还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我略微一想就明白了，他这是摸不准我现在的情况，不想把我得罪得太狠了。说白了，还是惦记着我手里的钱财。来弟，你儿子都是清华的高材生了，你老公想必也很厉害吧？小姑很聪明，瞬间领域爷爷的心思。瞬间，所有人的耳朵支棱了起来。我一阵好笑，要是老公没什么出息，我断定他们一准会冷嘲热讽。姐夫究竟干啥的啊？你就别吊大家胃口了。二妹也紧跟着发问，俏丽的脸上满是好奇。他是一个厨师。我微微一笑，给出答案。众人一脸果然如此的神色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。妈，听我爸说你出门没开车，我正好从车店提了辆车，你发个定位，我去接你。儿子清脆如泉水的声音从电话另一头传来。正好你姥姥姥爷也在，你也来认认人。我笑着挂断电话，就发了个定位过去。厨子，搞了半天就一做饭的啊，我还以为多厉害呢。大伯娘瞥眼，眼里尽是玩味。你说你当初费了8劲的逃跑，就找了你这么一个没出息男人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直接嫁给牛三呢。起码人家现在是个包工头，每年的钱那也不少挣。大伯娘说的幸灾乐祸，眼里鄙视的笑意藏都藏不住。有些人啊，就是这天生的穷命，不管他再那么折腾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啊。小姑尽情的讽刺，但没人为我抱不平，反而全都在那儿乐呵呵的看戏，还时不时爆笑出声。哈哈，就一厨子，在那种上不了台面的小饭馆掌勺，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多少吧？每月是3000还是5000？堂哥笑得前仰后合。姐，你别在意，大家在跟你开玩笑呢。其实厨师也挺好的，起码吃喝不愁啊。二妹柔柔弱弱的像朵解语花，但我又不是傻子，当年抢了我的婚事，如今奚落打压我，还真当自个儿是个人物了。老公的确是个厨师，不过却也是龙客居的大当家，跟他奋斗了10几年，龙客居的分店几乎开遍了全国。不过他不爱搞那些生意，只喜欢当厨师，所以我才挑起了大梁，而他就专门负责各个店的厨师培训，却没想让这种极品看清了。来弟，你说你何苦呢？折腾老半天，让自己过得这么苦。这样吧，
只要你跟大家认个错，就凭你二妹夫的能耐，想要帮你们还不是一句话的事。大伯摇着酒杯，一副人模狗样的样子，道歉，我何错之有？厨师，挺好的。我微微一笑，淡然回答，他们这辈子也只能像个挑梁小丑一般似的喘气了，看他们也吃差不多了。我直接喊来服务员，跟你们店长说，这个包厢里的所有费用免单。说话间，我将一张名片递上去，服务员瞳孔睁大，连连点头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我这就去。大家被我的操作惊到，沉寂了几秒，堂哥爆笑出声，哈哈，我听到了什么？免单？哈哈，真是太搞笑了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还真当这龙客局是你家啊？知不知道这里随随便便一顿饭就得上万，你更别提包厢了。苏来弟，你可长本事了，不仅说谎，还虚荣心这么强。那人定是你请来演戏的吧？别以为装得挺像，你就能在我们面前的脸了。他笑得眼泪都快流了出来。没本事就没本事，装什么啊？也不嫌累得慌，真给老苏家丢脸。大伯娘满眼不屑地看着我，就是，大家又不会笑话你，至于吗？还免单，这么有能耐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你要真能给免单，我就嫩给你跪地磕头，可你能吗？真是可笑。小姑肆意的嘲讽，那样子真是让人讨厌极了。大家别这么说，姐姐不是那样的人，没准她真是这龙客局的董事长。二妹娇娇柔柔，说得认真，她看似为我说话，但眼里的轻视却那么明显。我抬眼看去，真不知我从小宠爱的妹妹为何会变成这样。就在这时，坐在窗户跟前的君君突然兴奋地大喊，快看，来了一辆豪车。我去，是劳斯莱斯。他惊叹兴奋的口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，众人纷纷跑到窗户前观看。真的吗？我看看。天啊，真的是劳斯莱斯，听说这车得上千万，这人得多有钱啊！老子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见这么豪的车。哇，这男人也太帅了吧，浑身的名牌，还开这么奢华的车，一准是个富二代。我坐在窗户的对面，恰好能看到窗外的情景。他是我儿子。我悠悠然开口，谁知他们并不信。我说，苏来弟，你能不能别吹了？他要是你儿子，我就叫你妈成了吧。堂哥鄙视的讽刺，还不忘欣赏外面的豪车。快看，他进来了。二妹一脸神往，都40多的人了，还这么花痴，真是没眼看。妈，我来了。一道清朗温润的声音响起，好听极了。看着眼前仪表堂堂、风度翩翩的年轻小伙，众人惊呆了。过了好半天，他们才回过神来。什么？我不是听错了吧？他叫你吗？堂哥一脸难以置信。对呀，他是我吗？有问题吗？儿子的回答惊掉了众人的下巴。不，我不相信。苏来弟，这一切都是你演的，对吗？你知道君君考上了一本，要在这里庆祝，所以故意雇人给我们演戏，好彰显你的富贵，是不是？大伯娘瞳孔瞪大，语无伦次，看来被打击的不轻。其他人也一脸狐疑地看着我，我淡然一笑，没有言语。对于他们这些只知道压榨他人、自私自利、贪婪无耻的人，压根没解释的必要。但儿子却看不惯我被欺负，小爷考上了清华都没这么嘚瑟，你们算哪根葱啊？我妈有必要跟你们演吗？恰巧包厢门口有人进来，苏董，我是这里的经理王凯，您来怎么也不招呼一声啊？早知是您，我早该出来迎接的，真是失敬啊。来人身着西装，态度十分谦恭，按您的吩咐，单已经免了，就是不知这菜的口味，还有我们的工作，
您可还满意？有什么要改正的地方，您尽管指出来，我们一定认真改进。他说话很诚恳，能看出他是真的想虚心求教。王经理辛苦了，我这边还有事，工作的事咱回头再说。我笑着说：好好好，那苏董您先忙，有事随时叫我。说了一句客气话，他很识趣地将空间留给了我。众人傻眼，他们嘴巴张开，像脱臼似的，合也合不上。各位请便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我淡然一笑，缓缓起身。包厢里，天啊，来弟，他竟是龙客居的大老板，真是想不到啊！极度的震惊下，小姑说话的声音也不由打颤了。是啊，他也不早说，这死妮子是存心看我们难堪啊！大伯娘阴沉着脸，咬牙切齿地说。二妹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，三妹一脸若有所思。堂哥突然大笑，这是好事啊！这龙客居可是家全国连锁店，他这么富有，随便分我们点，我们不就发了？他嘴巴裂开，满眼算计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还是我儿聪明。大伯褶皱的脸笑容满满。妈，这事还得你老人家出面。他一脸笑意地看向爷奶，他既然有能力，帮自家人也是应该的。老二，你没意见吧？奶奶沉着脸，视线犀利地扫向爸妈。妈，都听你的，来弟能帮上自家人，那也是他的荣幸。爸爸懦弱地说。我跟儿子刚到大厅，打算找王凯说几点注意事项，就听大伯殷切地喊：来弟，等一等，大家有事要跟你说。我停住脚步，转身就见一大家子人都出来了。来弟，刚刚不该误会你，大伯娘在这里给你道歉了。大伯娘脸上堆满讨好的笑，小姑也给你赔不是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别介意啊。小姑面色讪讪，眉眼里也带了几分讨好。堂妹，你是大人物，别跟我们计较，哥也在这给你道歉了。堂哥说的诚恳，最后还装模作样的给我鞠了个躬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怎么会好心？我没有言语，倒要看看他们究竟要做什么。见我迟迟不说话，他们终于等不下去了。来弟，他们是有错，但你就没不对的地方吗？你要早说明身份，大家岂会冤枉你？既然他们都道歉了，你也该有所表示。这样吧，你堂哥正好开便利店腻歪了，你就将这家龙客局给你堂哥。还有，男人怎么能没车呢？那辆迈巴赫就不错，也给你堂哥吧。另外，你爸妈养你不容易，你就在奥利花园给他们买个别墅，也算你这么些不着家对他们的补偿。奶奶一张嘴吧嗒吧嗒说得振振有词，其他人满眼金光，都在算着各自的利益。他们还真是好样的啊！送店送车不算，还要买别墅。不说其他，就奥利花园的别墅起步价都得在800万以上，特么真当我是冤大头了。儿子气不过，要帮忙，我拦住他，亲自开口：奶，有你这么当长辈的吗？上下嘴唇一碰，就将我辛苦打拼下的家产划拉给了堂哥。他是没手没脚，还是个智障，非要从我身上吸血。即便他就是个智障，养他的责任也是我大伯。大伯娘跟我有啥关系？苏来弟，怎么跟你奶说话呢？立刻道歉。爸爸阴沉着脸，气势汹汹。来弟，你这么有钱，帮衬点大家也是应该的。听妈的，就按你奶说的做，都是亲戚，大家还能害你吗？妈妈苦口婆心，一副为我好的样子。苏董，需要帮忙吗？王凯匆匆赶来，一脸凝重。不用，你去忙吧，我能处理。我镇定自若，这些年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，对付他们
我有的是办法，我有权决定自己的财物如何使用。你们已构成了强迫勒索罪，要是再执迷不悟，就等着我的律师找你们谈话吧。我气势全开，苏莱蒂，你别特么吓唬人，告律师是吧？就你能告吗？给小叔小婶养老，那可是你的义务。逼急了，我们也能告你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你一个大老板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堂哥殷哲的脸上满是狠辣，我淡然不闻。王经理，报警！老二，看看你养的好闺女，真是要气死我老婆子啊！奶奶将拐棍不停地戳着地面，气急败回的大骂：孽障，谁你报警了？看我不打死你！爸爸二话不说就要对我动手，儿子挺身上前，用力牵制住他的胳膊：你个兔崽子，放开，跟你妈一样，没大没小的畜生！爸爸扯着嗓子怒骂。小景，突然身后传来一道惊讶的声音，众人顺着声音看去，就见大厅门口进来一伙人，全都穿着一身老干部服，那周身的气势让人不容忽视。二叔，你来得正好，他们要欺负我妈。儿子高兴地跑过去，像个孩子似的告状：哈哈，你妈那么厉害，谁能欺负啊？陆建国爽朗大笑：陆市长，这都是场误会，我们都是苏董的亲戚，这位老伯是苏董的父亲，大家言辞之间发生了点口角，让您见笑了。三妹的老公赶忙上前解释，听到来人市长，这可把大家震惊坏了，全都眼睛瞪大，嘴巴张开，瞬间化身为石像，久久不能回神。见二弟的眼神扫来，更是刷刷刷低头，心虚不已。真是一群趋炎附势的家伙。说来也是我命好，当年逃出苏家，在走投无路之际遇到了陆明，他见我可怜，就留着我一块帮他做生意。而他家庭条件也不错，父母都是教授，二弟从政，三弟从军。说实话，他酷爱做饭，并没有做生意的头脑。从商也是觉得弟弟们的工作都不挣钱，他得多出份力。好在一切都熬过来了，如今三兄弟的日子都过得不错。一想到当初流落街头的苦，我就无数次庆幸自己遇到了老公这么好的男人。二弟，你就不用操心了，这里的事我能处理好。你是来陪同事来吃饭的吧？正好嫂子在店里，可得要好好招待，不能丢你的脸。我热情地迎上去。王经理吩咐下去，让大厨把做饭的手艺全都使出来，把咱的招牌菜都上齐活了。王凯连连点头，急忙下去。我将二弟他们带进上好的包厢。至于那群极品亲戚，在看到我与陆市长谈笑风生的时候，都默默离开了。如果他们能安分守己，不再招惹我，过往的事我也懒得跟他们计较。可偏偏他们是个贪心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饭局结束后，儿子开车带我回家，我拿出手机，就看到微信里有好几条好友申请的消息，从头像上能辨别出他们是哪群极品。大丫，我是妈妈，妈知道错了，往后再也不逼你了。大姐，加我一下，有事相商。姐，我是二丫。类似道歉的验证消息比比皆是，伤害早就造成，岂是一句道歉就能轻易抹平的？况且他们压根就不是真心道歉，现在低头也不过是看上了老公二弟市长的身份，觉得我有利可图罢了。既如此，那也没有联系的必要。有老公，有儿子，我已非常满足了。傍晚，老公儿子都在，我打算去厨房精心做一顿晚餐，却没想到门铃响了。通过监控，来人竟是三妹妹。她穿着一新，手里还拎着礼物，那礼物包装不俗，
一看就是高档品，花了大价钱的。不过我可不以为他是单纯来看我的。妈，你要不想见就别见。儿子心疼地说。老公也点头附和。我想了想，还是让他进来了。姐，我老公是个勤奋认真的，他在那个位置上待挺久的，你给活动活动吧。一番寒暄后，三妹终于说出了她的来意。我看着她，记忆回到了曾经。爷奶偏心，爸妈重男轻女，我们三姊妹的生活很不好过。作为长姐，我是竭尽全力地护着他们。堂哥失手杀人，我本是不愿认的，可爷奶说我要是不认，就把2个妹妹卖了。为此，我咬牙认了。我不奢求他们感恩，却也没想到他们会如此冷心肺。救命的婚事被二妹抢走后，我决定远走他乡，逃离这里。只有逃离这里，我的未来才能有无限可能。但我身无分文，连张火车票都买不起，又能去哪儿呢？无奈，我只能找到三妹。她学习好，年纪轻轻就考上了大学，当时还交了一个体制内的男朋友，十分得爸妈重视，所以她手里肯定是有钱的。可当我上门求助时，她却冷眼拒绝了。大姐，你就别害我了，行不行？要是让爷奶知道我帮了你，这大学我就读不成了。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口上，多少年了，我只要一想，就疼得睡不着觉啊。虽说我替堂哥服刑，中间隔了10年，可他们是我从小照顾大、疼爱大的啊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他们怎么会对我如此绝情？姐，都说上阵父子兵，咱们可是亲姐妹，理应互相挟持。再说，官场险恶，能有个自己人对陆市长也是好的啊。三妹的话打断我的思绪，我怔怔地看着她，真不明白她是如何厚脸皮说出这句话的。她当年对我如此绝情，又凭什么认定我会帮她？官场复杂，我们作为家属更要严于律己，这忙我无法帮，我直接拒绝。大姐，你是不是还在为当年的事心有芥蒂？咱家是什么情况，不是不知道。当年我就是个学生，也是有苦衷的啊。记得小时候你最疼就是我了，你就再帮我一次吧，求你了。大姐，我真是被气笑了，没想到向来冷清的她也能说出这么一番求人的话。当年你是个学生，无能为力，那现在呢？白日里堂哥那样骂我，也不见你为我说一句话。我扯起嘴角冷笑，我不是傻子，你走吧。我冷声下逐客令，天下人为的不就是个利吗？你如今帮我，未来我也能帮你啊。大姐，你真要如此狠心？或许是真面目被揭穿，他也不打感情牌了。我狠心，那你当年不帮我，岂不是更狠心？我言辞犀利，冰冷的眼神赤裸裸地扫视着他。你会后悔的。三妹恼怒了，阴沉地撂下一句话，转身离去。次日下午，爷奶大伯堂弟他们竟然来了，跟着一块来的自然还有爸妈。从进门，他们就贪婪地盯着室内的一切，眼珠子都恨不得粘在上面。来弟，你年纪轻轻住这么好的房子，你爸妈却还租房过得朝不保夕，你这是大不孝啊！奶奶上来就旧态萌发，对我一顿批判。那陆市长不是当官的吗？你让他把你堂哥也弄进去。我瞪大眼睛看向奶奶，他还真敢说啊！对，给老子也弄个管当当，否则我们就告你没有赡养老人。陆市长那么大的官，对他影响恐怕不小吧？堂哥有恃无恐，我就说他们怎么这么有底气呢？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呢。那你们就去告啊，门在那边，慢走不送。我也气了，与他们交往，真是一次次的刷新着我对无耻的下限。
真是一群人渣，威胁、恐吓，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了。做梦！你咋这么狠心啊？他是你堂哥，帮一把怎么了？妈妈哭天抢地就要撒泼，爸爸黑着脸就要来打我。我一个电话，保安快速冲进来将他们带走。苏莱蒂，你等着瞧，老子一定让你下地狱！堂哥歇斯底里的怒喊。我握着手里的录音，谁让谁下地狱还不一定呢。晚上，我正陪老公儿子一起看剧，就见王凯打来电话：苏董，不好了，你快看新闻，你爸妈说你不孝顺老人，还仗着是陆市长的权打压他们这些亲人，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店里也很受影响。我打开新闻，就看到了许多视频、图片。视频里爸妈抹着泪道歉，而我却一脸绝情。老公二弟询问爸爸那个场景，竟然被他们扭曲事实，说什么陆市长以权欺人，小老百姓吓得话都不敢说。再配上老爸一脸害怕的表情，群众本就有同情弱小的心思，舆论瞬间就吵翻天了，太特么气人了，真想暴揍他们一顿。儿子气得双拳撞击，一群小丑而已，蹦跶不到天亮。老公霸气十足，我拿出手机，当即联系律师。不出10分钟，王凯在我的授意下，将那天的监控视频传到了网上。有到过现场的群众也纷纷发文作证，陆市长只是和蔼的问话，并没有以权压人。原来真相是这样，我们冤枉陆市长了。陆市长，对不起。陆市长好温和啊，一点没有当官的架子。你们注意到没？陆市长明明看到自家人受欺负了，却没有第一时间关心家人，而是先询问的那老伯。是啊，是啊，陆市长大义无私，真是个好官。接着，我又爆出了爸妈重男轻女、偏心堂哥，爷奶逼我替堂哥顶罪的新闻。消息一经发出，速度在网上发酵。天啊，竟还有这样的爸妈，太无耻了！让自己的闺女替大伯家的儿子顶罪，丧尽天良啊！就他们还想要赡养费，做梦吧！不到1个小时，堂哥想通过舆论胁迫我的阴谋就落幕了。我将手里的录音果断提交给警方，以恐吓勒索的罪名控告堂哥。证据确凿，堂哥很快就被人请到局里了。二弟，都是因为我影响你了，真是抱歉。事情落幕后，我打电话道歉。嫂子，这可不关你的事。再说，通过这件事，我在群众当中的人气反而高了。陆建国神情不变，没有半分责怪的意思。对了，嫂子，有个事得跟你说一下。经过查证，你堂哥只是个马前卒，背后都是你三妹指使的，还有她的老公也有受贿的情形，此举严重触犯了律法。我作为国家公职人员，只能秉公办理，希望嫂子别怪我。他堂堂一个大市长，竟然因为这点事对我感到愧疚，这样的家人真的让我很感动。二弟，你这样是对的，我又怎么会怪你呢？我噙着泪，认真的说。挂断电话，我就心凉一片。三妹她这是想彻底毁掉我啊！殊不知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反而砸了自己的脚。次日，我一出大门，爷奶大伯就来求情了。来弟，奶奶给你下跪了。我赶忙将人扶住，救救你堂哥吧，他是你大伯唯一的儿子啊，奶求你了。他老泪纵横，哭得肝肠寸断，与以往那个刻薄、自私贪婪的形象大相径庭。来弟，我带你堂哥给你赔罪了，你放了他吧，他不是故意的，要怪就怪三丫，都是他唆使的，真的，大伯娘不骗你。大伯娘也跪地哭求，蓬头垢面的样子让人好不可怜。大姐，
我求你了，放过我老公吧！”突然，三妹冲出来，双膝直冲冲地磕在地上，声音之响，让听到的人不禁心里一痛。我怔愣了，没想到冷心冷肺的她，对自己老公却深情一片。几天不见，她憔悴了许多，眼睛也红肿了，看来昨晚没少哭。你个贱人，都是你害的，我儿蹲大狱，我跟你没完！大伯娘像疯子一样冲到三妹跟前，与她扭打在一起。他们可怜，可当初的我更可怜。他们一次次的伤我，我也的心也是会痛的啊。况且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早在决定回来发展时，我就知道跟他们相遇是迟早的事。我有因必有果，犯了错自然要承受代价。法院又不是我开的，你们求我也没用。我冷声拒绝，丝毫不留情面。随即我就掏出手机，吩咐保安将他们赶走。此生此世，我都不想再与他们有半分瓜葛。你还有我们。老公轻轻拥住我肩头，温和地说：“是啊，老妈，你有我跟老爸就足够了。”儿子青春恣意的笑容在阳光下格外明媚。我看看老公，再看看儿子，露出满足的笑容。是啊，我还有他们，这辈子够了。阳光下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倒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